来访者，欢迎光临心灵疗愈间。在这里，您将……我喜欢把所有颜色、所有元素都搅和在一起。至于喜欢的情境，可能是星月夜下，笑眼旁观重逢。抱歉，您的回答不符合测试规范。如果您对当前测试有意见，需要我为您更换一套测试题吗？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只是想趁这个点没人，找你聊聊天而已。我只是前台接待人员，不负责心灵疗愈。如果您需要，我可以为您联系。有没有人夸过你的声音很好听？光是听你讲话，我的心就已经得到疗愈了。谢谢您的夸奖。说起来，你这么晚也要上班，就不担心第二天冒黑眼圈？如您所见，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厚帘子。既然没有见人的需求，我又怎么会担心自己的面部状态？可是我想见你。这恐怕不符合规范。规范？你难道就没有自己的意志？这就是我自己的意志。可我怎么觉得这是那位不管事的博士强加给你的呢？啊？你凭什么这么觉得？哦，你怎么凶我？这符合规范吗？对不起，让您受惊了。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为什么要一直压抑自己呢？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而且我也想再多看看不受控制的你明明是第一次来心灵疗愈间，为什么要一直说一些让人害羞的话？来访者分享的烦恼里应该不乏一见钟情之类的事吧？对于那些人，你会怎么开解？对了，既然你跟我聊了这么久还没开始计时收费，那我也告诉你一个关于我的秘密吧。你愿意听吗？我当然愿意。我呀，其实拥有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千里眼和心灵感应。虽然现在受到了不少限制，但还是可以做到很多厉害的事情。可你知道吗？今天上午，在我的朋友进来之后，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。如果要打个比方，就像是我一边看监控，一边听你们说话，却没办法联系到正在说话的他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原因，但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帮你。来访者，在接。你还真是狠心啊！我得承认，之前我确实有些兴奋过头了，想给你一点颜色瞧瞧，结果下手太重，反而被你察觉到了存在。你以为硬塞给我这样一个虚伪到极致的世界，我就无从下手了？的确，这真是个和平安宁、快乐满分的城市，没有隐灾，没有动荡，只有那些受尽劫难者未曾敢奢望的完美幸福、平凡日常。只可惜，你这招只能骗一骗那2个天真的孩子，对我这样的坏女人可没什么用。既然你迟迟不肯现身，那我也只好用一些特别手段了。就请你好好期待一下吧。再见。好饱好饱，真想不到，沙弗莱不仅愿意让我们留宿，赴约之前甚至给我们做了早餐。他还真是人好话不多，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吗？总之，在开始今天的行动之前，我们俩先开个早会吧。什么？我是说，整理一下现状。没关系，我也想从我的角度说说对现状的看法。首先，
我们目前直接接触的术有瑟拉佩姆和沙弗莱，其余的术都只打过一个照面。我个人比较在意绝，虽然心灵疗愈师说它只是智能机器，但我还是想实际确认一下。也对，他之前可是影中意志呢。其次，我想和白吉聊聊，只是要想和现在的白少爷见一面，恐怕只有向白氏集团预约，或是抓到多尼戈尔这2条路可走。最后是这次轮回的世界，我想确认它的形态，确认它是否真如欧夏人所说的那样，从未出现过任何危机。和我想的一样呢。这样吧，我们争取在今天接触所有的树，确认过他们的情况后，就乘坐空中轻轨去廊丘，还有原本已在大崩坏中沦为废墟的白羽和冥海。话虽如此，我们要先找谁呢？瑟拉佩姆应该在补觉，登去拍摄店铺宣传图了。松雀如果崴了脚，这会儿应该躺在床上吧。找利托斯特怎么样？虽然我也不确定在多尼戈尔离开之后，他还会不会在昨天的地方进行表演，但这也的确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。比塔，你在吗？什么事？昨天，你是故意不理我的吗？谁知道呢？这声音是……啊？怎么，有胆量逃，却没胆量说话吗？大人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是有胆也没力了。你雇人到处抓我，害我一天跑出了1年的运动量，我这条老狗是真的不行了。哼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您还想把我关进学校吗？咱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啊？不要1年，1周行不？1个月，撑死1个月，我都快10岁了。哎呦！哼，那就看你的诚意了。喂，阿雀，我没打扰你练台词吧？哎，没关系，我刚好想休息会儿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大事，我想让一只狗跟你说2句，你听着就行。啊？嘿嘿，松雀小姐，哦，松雀大人，我是多尼戈尔，就是昨天害你摔了的那条不睁眼、不识趣、不懂礼数的狗。您今天情况如何？需要我来演几个小魔术逗您开心吗？放心，不走死里逃生那套，咱走寓教于乐的。我今天好多了，医生说估计再过个2、3天就能正常走路了。哦，那你的身体可真是强健，不像我这老狗，跑2步就直喘气儿。哎呦，说重点。收到。其实我今天借瑟利姆大人的手机给您打电话，也不为别的事，只为了向您道歉。对不起，松雀大人，我以后一定遵守交通规则，绝对不在街上追逐打闹，我发誓。好，说到这里就可以了。瑟，你也不用这么难为他吧？你误会了，我对难为他不感兴趣，我只是想让他亲口道歉。礼仪是人之为人的基本，对吗？你记得就好。这点同样适用于会说话的狗。我知道啦，那麻烦你告诉多尼戈尔，松雀说没关系。听见了吗？他说没关系。很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得嘞。瑟利姆大人，我多嘴问一句啊，您之后还会向利托斯特索赔吗？他应该没有那么多钱。你现在去找白少爷，他不就有钱了吗？这多不好啊！难道你还想回利托斯特身边？
既然不想回去，还不如跟我走。和白吉不同，我不会要求你成为我的宠物，恰恰相反，我会让你成为仅次于松雀的仙星。您是认真的吗？我有过不认真的时候。那倒是没有。如您所言，这听起来确实很适合我，不过我拒绝。有趣，你知道吗？想让你成为努特里斯科旗下艺人的话，我对利托斯特也单独说过。那时他露出了和昨天直播采访里一样的表情。你很意外？我接下来要说的恐怕会让你更意外。你或许以为他是因为钱而动摇，但他其实一直在思考你的处境。譬如，我会不会只把你看作赚钱的工具，等你再老一点的时候就把你边缘化，逼你自己离开。对白吉，他思考的也是白少爷会不会在热情冷却后把你一脚踢走。他真正在犹豫的一直是，对你来说到底待在哪里更幸福。毕竟谁叫他只是个赚不到钱的，甚至没法给自己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买点高级罐头的街头魔术师呢？你怎么知道？那自是因为我刚刚才和白少爷聊过呀。是他看穿了利托斯特的本心，也是他雇人满欧夏找你。至于为什么要把你先抓来给我，也是他对松雀受伤一事有愧。听了这么多，你也该做出自己的选择了。我可不想浪费口舌做无意义之事。说到底，我这个年纪的狗，能干的事儿本来就不多，干得好的事儿更是只剩一件。就算饿死，我也还是想和他演一辈子的街头魔术。那就去老地方找他吧。艺人还是自愿加入的最好。是啊，谢谢。明明是如同家人一般的关系，平时讲的话还没有和外人说的多。哼，真是别扭。还有，那边的2位，你们打算偷看到几时？不好意思。真奇怪，你们昨天明明追着多尼戈尔猛跑，刚刚他离开时却不给予阻拦。莫非你们其实是想通过抓住他来讨我欢心？坦诚地说，凭你们2位的先天条件，要见我一面不难。你的可塑性很强，前提是摘下眼镜，散开头发。而你身手不错，嗓音也非常有特点。兜帽可以麻烦摘一下吗？我想仔细看看你的脸。这个当然可以啦。不错。你们若是有兴趣成为艺人，即刻就可以随我前往努特里斯科公司进行初次面试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公司的艺人培养模式吗？作为粉丝，我个人对松雀小姐的成名之路特别感兴趣。松雀的成名之路，那还真不是谁都能走的路呢。那个，咱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。你究竟为什么要签下咱，还自愿当咱的经纪人啊？直觉。可咱不是科班出身，连搞笑短剧的实习都没过哎。我之前也没有带过艺人，经手的项目甚至只有心灵疗愈间的宣传包装。再者，你不适合那种东西，过了也没意义。还是说，你真以为你自己只配当个搞笑角色？不是的，咱只是稍微有点紧张。因为明天的公演。那毕竟是星星公主的第50场公演，因为主演生病而临时换咱一个新人上，也太离谱了。你真不怕咱把你们家公司的招牌搞烂啊？我父亲签的那么多废物都没有做成这件事，区区一只小雀子，少说也要100年吧。
你这样讲，咱好像就没那么紧张了。那咱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不害怕吗？压了这么多在咱身上，万一输了，你们家那些亲戚一定会为难你。你会让我输吗，玛利亚？咱答应过你，一定会让松雀这个名字被所有欧家人记住。在那之前，先把你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口癖改掉。之后的签售活动，给我打起12分精神，说一次咱就扣5%的演出费。嘿嘿，咱在家当老大卖乖卖习惯了，之后一定改，一定。你应该知道，努特里斯科旗下有很多艺人，论外貌比松雀好看的大有人在，论实力他也算不上顶尖，论背景他家没有任何背景，就是普通而幸福的一家，虽然兄弟姐妹多了点，可就是这样一个乍看之下没有任何亮点的人，仅用了短短6年，就从新人演员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戏剧明星。好厉害！如果我的亲戚们也能有如此看法就好了。他们总说，当年是我发掘了松雀，如果没有我的包装，他绝不可能走到今天的位置。倘若我当初选择了另一个人，那个人一定能取得更高的成就。在我看来，这恰恰是他们的迂阔之论。松雀成功固然有我的功劳，但我的功劳却远不及他付出的1%。只要眼前出现了光芒，松雀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抓住他，哪怕自身根本不具备资质，哪怕要为此欺瞒自己一生。先别急着被松雀的故事感动，我时间不多，你们2个到底要不要当艺人？瑟利姆小姐，我可以做2手准备吗？在参加你们的面试之前，我想再投一份简历给白氏集团，哪边要我就去哪边。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内推人，刚刚又听到你才见过白少爷，所以……有趣，委实有趣，算盘敢打到我的头上，胆子不小啊。罢了，我今天心情不错，告诉你们白少爷在哪儿也无妨。不过我讨厌不诚实的人，所以努特里斯科不会给你们面试机会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谢谢。哦。